很多朋友跟我说啊，自己种这个番茄呢，往往等开始挂果的时候啊，这个番茄呢，就开始枯萎死亡了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啊，我们这个番茄从定植到1岁果开始挂果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你的田间管理出现问题了。你好比说我们这番茄现在正是处于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段啊，在这个时期我们番茄应该怎么去管理，才不至于到后期出现枯萎死亡的那种状况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控水没有做到位。就番茄定植浇完定植水以后基本上到1岁果挂1岁果的时候，这个时间呢最好不要去浇水，出现特别干旱了，你再浇一次小水，千万不要去浇水，因为这个时期呢正是促使这个番茄它根系下扎的时期让它根系增多增壮。如果你频繁的去浇水的情况下，会造成这个根系减少。我们常说的嘛，涝是淹根的旱是生根的，就是这个原理。这就是很多人说挂果以后出现这个很多枯萎死亡，主要还是前期你在这个番茄根系这块没有做到位造成的，频繁的进行浇水。你好比说现在是中午的1点多的时间如果我们中午1点多温度正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是它的叶片呢特别是那个新生的叶片这一块不是处于很强的那种微泥状况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你这个番茄它这个长势是不是正常？怎么看呢？好比这个番茄我们看这个番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宝塔状的一个形状，你看了没？整个叶片展开以后是一个宝塔形状。如果你不正常的情况下，要么它这个宝塔形状就是压缩状的要么就是上面的叶子比较宽，新生的叶片速度比较慢出现干旱这种状况。所以说呢，你通过这一块也可以判断你这个番茄是不是正常，或者是不是缺水。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番茄我告诉大家，这个番茄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网上有一种言论说这个农作物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然后呢，自然的生长，人为的不去过多的干预这种农作物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然后口感也是最好的。到底是怎么这种方法可行不可行？今年就按照这个方法撒点那个小番茄种子，没有管它，没有用化肥，没有用农药。首先长势还不错花开得多漂亮，没有用激素点花，然后这段时间最低温度夜晚也就是8、9度左右吧，白天温度高，长势还不错。待会儿给大家摘一个果子，我看有红的了。这个还不熟了，发黄还没转红，这个不行。这里还有几个，这几个都快开裂了，尝一尝。摘了2个尝怎么样？比较难吃，太酸了，和我们平时种的不是一个级别这个级别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可能那个比较小，看还有大的没有？这有一个，这个也不大，这种东西它不会太大。被骗了吧？
这个是我们今年定植的口感番茄，我看番茄都不错了，记得你看这个，看，这就是典型的口感番茄，长不大，但是口感非常好。今年夏天吃到我们家那个口感番茄的一些朋友，还经常问，你们的番茄什么时候再上市啊？因采用无公害种植，所以说酸甜可口，并且入口即化，沙瓤多汁。看一下，这个现在才长这么大。当时育苗的时候是让中牧农校一个老师育的，定植完以后没有几天，这个苗啊全部不长。然后老师看了说这是发生病毒病了，但是我们看了以后不像病毒病，倒像是他给我们育苗的时候打了空亡剂，实际上就是空亡剂过度，然后我们就没有听他的，就按照我们认为是空亡剂过度，然后那个进行处理，还好处理的方法比较正确，也比较及时。我们就把那个当时1岁花，我们全部给它掐掉了。这边正常情况，这个是2岁果，现在变成1岁果，2岁，计划到5岁打顶，不让结了。这个番茄应该是赶到春节能够上市，也就是元月中下旬，然后能持续1个半月。种无花果，今年做的实验，大冬天的，看，已经结了1个无花果了。看一下我们育这个番茄苗长得咋样？哎，这苗子还可以啊。用这个竹竿挑了，是因为啥？这个苗刚倒栽了一会儿，它这个根系还没有抓牢，茎杆还非常弱。你稍微一洒水，有可能都趴到那儿了。趴到那儿以后，它这个叶片就容易粘到这个基质上面去。你看，有些洒完水以后它可以站起来，但是有些比较弱的还是站不起来，还是需要人工助推一把。看这个都粘上去了。哎，对，这样弹起来了。再找，每天这样坚持个10天左右，就没有事了。这样做农业还是很辛苦的，如果你沉不下心，你根本都做不成。为啥现在说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农业了？就这个原因。现在人也有点太浮躁了。你看，光这个活你都干不成吧？还需要拿个棍儿，一点一点挑。下午3点多4点就开始捞塑料布了，盖住了。早上掀开浇水。你看晚上为了怕冷，还放有这个，看见没？低温线加热的，防止晚上温度低于15度。农业啊，现在变成一个老年人的天下了，年轻人是不干了。今年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啊，计划今年全部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去种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的账号，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步都是怎么去做的。今天我们做第一步啊，就是开始铺这个地布，实际上就是防草布，把土壤和我们到时候和种植袋隔离开。这样的话，一个是土壤当中的病菌不会上传，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土壤当中那个杂草啊，不让它生长，让这个地面保持整洁度。工人把防草布开始拿过来了。来，我给你抬着吧，我给你抬着吧。我给你抬着，也别上这摇了。走，小老张，小老张，走。来。
看了看了，咦，别看了，发芽不？发芽，发芽！我老天呀，你真看了吗？能，不发芽就这个，有50斤。啊，有50斤。你东西铺那边那个沉淀池，包括那时候还那边还有东西在那放着，那没铺吧？啊。啊，一个一个捡，这边捡，那边铺。对。啊，这是铺的防草布，还不错吧？都是用钉子，用钉子把这地点盖，看，直接固定住。铺得很快啊！这铺上去以后，看着好多了。到时候我们这个栽培袋子就要放到这个防草布上，去开始栽种。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干净的这个棚里面，也不亏这个投资1-200万的一个玻璃温室。今年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啊，计划今年全部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去种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的账号，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步都是怎么去做的。今天我们做第一步啊，就是开始铺这个地布，实际上就是防草布，把土壤和我们到时候和种植袋啊隔离开。这样的话，一个是土壤当中的病菌不会上传，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土壤当中那个杂草啊，不让它生长，让这个地面保持整洁度。工人把防草布开始拿过来了，来，我给你抬着吧，我给你抬着吧。咦，我给你抬着，也别闪着腰了。走，小老张在，小老张，走，来。看了看了。咦，别看了，发芽不？发芽，发芽！我老天呀，你真看了吗？能，不发芽就这个，有50斤。啊，有50斤。你东西铺那边那个沉淀池，包括那时候还那边还有东西在那放着，那没铺吧？啊。啊，一个一个捡，这边捡，那边铺。对。啊，这是铺的防草布，还不错吧？都是用钉子，用钉子把这地点盖，看，直接固定住。铺得很快啊！这铺上去以后，看着好多了。到时候我们这个栽培袋子就要放到这个防草布上，去开始栽种。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干净的这个棚里面，也不亏这个投资1-200万的一个玻璃温室。